们这个20几岁人啊，会驾 D segment 的人其实没有多少个，会欣赏 D segment 的人也没有多少个。那我就是其中一个。那会看 D segment 就是安哥抽了，对不对？开个玩笑啦，我自己也是在家的 D segment 的。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只是 POV。今天我车后面有一个 Mazda 6 2015年的，就是说 facelift。以前的 Mazda 6呢，在2012推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它是一个手刹，还记得吗？是一个 handbrake。后面呢，这里就改了一个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还有它的 floating 的 screen 的这样子。这个影片呢，非常感谢车主 Alvin 你好。Hello， 谢谢你借我这辆车 Mazda 6啊，因为我是期待了很久的。你是卖 Mazda 的啊？对，我也是 Mazda。哦，所以你们如果想要买 Mazda 车，有什么想要询问的话，可以去 follow 它的 Facebook page， 我会放在这边下面。带我们去看一下你的车改了什么，可以吗？可以啊。OK 啊，来 ，Let's go。来，这辆车是2015年。2015年 facelift 的。所以你是买新车了还是买二手的？二手啊，对，是用了1年大概。还不到1年啊，今年4月才拿车的。哦，我看到你把那些 chrome 的地方全部都变黑了。对 ，dechrome 了的，加了 body kit、side skirt 跟 diffuser 咯 ，rim 19寸 HRE。哇，这个跟我那套差不多嘞。HRE， 然后一个 6 port 咯。这个是多少 ml 的盘？380mm。Tire 是用这韩国的 Ventus S1 Evo 3。245、40、R19，这个是很蛮新一下的大家。最新的大家。那这个红啊，真的是 Mazda 的红，没有错的话是4个layer的，没有错的话是最贵的一个气眼了。看到整辆车很有立体感啊，很美的这个颜色。后面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原装的这个 caliper 啦。你用的 brake pad 是 AP Racing， 前面后面是原装的啦，应该是。后面我忘记什么牌子了。一样的 size， 后面也是245、40、R19。看到这辆车是一个2.5的 NA， 你有做一些 remap 是吗？有做 remap，NA filter， 然后 air intake 也是换了的，然后后面有换了 exhaust，catalyzer 有换过，exhaust 是 on off 来的，换 bank 也是有的。3500转的时候会有 RPM， 或者是你 strip down gear 的时候它也会有换 bank。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咯。D segment 的话，通常都是最欣赏就是它的空间啦。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深度、这个宽度对我来讲还行，唯一一个地方为什么你觉得它比较小呢？是这个因为这个车的这个悬挂呢，你要操控好的话，肯定是要占一点空间的。对我们日常生活用其实是非常足够的。这有一个 spare tire 比较小 size 的哦，这是多少寸？16哦，16寸哦，但是好过没有了哈。这一代的话，这个灯呢就换了一条线，在晚上的时候，很美的这个后排空间。里面这个空间，你如果比起 Accord 或者 Camry 的话你会觉得这辆车是偏小因为 Mazda 的话都是注重于操控所以会买 Mazda 的人呢，其实也是很少会注重后排空间讲真的，会买到 D segment 的话，也是为了家庭它的驾驶感受来选择这辆车。我一路来都是在站 Mazda 的，如果你们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Mazda 其实的确我觉得日本车里面开的一个最像欧系车的一个。你会看到这边的这个空间，讲真的它不会很大，这里还有3个指头，我还有1个拳头的位置这样子。那一个天窗啊，一个灯。中央扶手，很简单的一个中央扶手。看一下副驾驶座位，这里的话你会看到黑色的内饰，看到这里有一个 brown color 这个叫褐色吧，比较深了，接近黑色了，但是你注意看的话不是哦。这个皮革，这边也是。其实 Mazda 是很注重在前面这里什么的，你看到我的脚放在这边，很软，它不会一敲就敲到那个什么。这边就有6项电动仪啦，但是没有 memory seat 是在那边。这里就是有 Bose 的这个音响，中控台设计的比较好看啦。以前是有一个传统手刹，现在这个就换了一个电子手刹。Sport Mode 压箱的 Sport， 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叫 Premium， 这个叫做高级，这个叫做有质感，所以我很喜欢。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还有一些收纳眼镜的，这个就是开天窗的。这里的话就有一个有灯的这个镜子啦。我们去看看它的引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EDFC Active Pro 的 controller 在这边，因为车主装了一个 electronic damper 的这个 adjustable。白天呢，你要调硬软的话 ，adjustable 这里是可以调。驾驶感受怎么样？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了哈。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盒，这里就看到有一个 controller， 因为车主说有 on-off valve 的 valvetronic 的 exhaust，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这里呢会有几个把灯，后尾箱，我们 engine 盖这里拉，油盖这里拉。我很喜欢 Mazda 一点的就是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风琴式踏板。
当你踩完之后，这里有一个 kick down button 可以按的，所以很欧系啊。个人喜欢风停式踏板的人来了，2组的记忆座位，这里有一个银色的，这个叫什么？不是 plastic 来的哦，绝对不是哦，这个也不是哦。所以热天的话，这个肯定是会热的哈。这是我很少开一个 D segment 哦，没有那个油压顶杆的。这是一具2.5公升的自然进气，雷克是没有出turbo啦。这里是一个185匹马力，5700转的时候，就算没有说还没有到6000转的时候已经爆发了哦。250牛顿米，在3250转的时候就会开始爆发。在这种2.5公升的马力来讲呢，它是真的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高压缩比的14:1的这高压缩比，所以你说打97还是95呢？其实是给打95的，但是马自达是比较建议是打97啦。如果你要更好的 performance 的话，在这副引擎的话是打97的。有些人说打95跟97没有分别，但是在这辆车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有分别的。K&N filter A Pro 来的，我们原装的是 turbine 的 spin， 现在是只进了就吸比较大的风进去啦，就这样。它100以上就比较哦，原装的 turbine 的。对，我们的原装是 turbine 的嘛，它风是装的进去。你的黑油需要用多少litre啊？一般4.5啦，很重一下哦，那个 engine 盖。哦，那个声音。咚下去那个声音不是Toyota，不是 Honda 那种声音哦，厉害。Alright， 马自达的 Start button 是在上面的。Alright， 这个车的话你会看到哦，这辆车是有一个 head-up display 啦，所以这个角度我做的很漂亮，很好啊，可以真正看到它。Electronic damper 的 adjustable 我是第一次驾嘞，第一个上手的话，我会觉得你的车是真的是蛮舒服的。Uncle，Hello， 很危险呢，如果耳朵听不到的话，还是这辆车太近了。Alright， 这辆车是有 iStop 啦，车主 Alvin 也是不喜欢啊，所以还是 disable 掉，就是 permanent 了，已经是没有得开回了的，我觉得，所以就不用再担心上车要关掉 iStop 啦。还有你的 blind spot 也是关掉了的。blind spot 有，还有的。哦，我看到有一个 off 在那边。哦，那个是lane departure 来的 lane departure。对。就会把你摆回来那种。对。这个我也是不太喜欢。有时候你在玩山路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用啊。OK 啦，我们来访问一下车主，为什么你当年呢会选择这个 D segment 的这个 Mazda 6？其实那个时候有想过要买 Mazda 3的，不过考虑到时也是要结婚，然后会生孩子之类的，所以才会选择 D segment 比较大辆的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喜欢大车，有些人觉得，哎，我 C segment 已经很够了。但是 for long term use 啦，其实什么东西会令你想到想要买 Mazda 呢？其实我本身也是做 Mazda 的， OK， 然后所以自己也要体验一下啦。所以 after 我买了这辆车，真的是给我体验到它的驾车的乐趣。所以你的心得来讲，你对这辆车是很满意的啦。对，很满意的。对，无可否认，我一路来哦，你会看，如果有一路来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我是对 Mazda 我开过了之后，我都会说它很棒，真的很赞。所以很多人要买二手车还是什么，我都会跟他讲 ，Mazda 二手价很便宜嘛，还便宜过你买得到Honda的。讲真的，Honda Civic 你看那个价钱 ，second hand 打不如我可以去买一个新车了。所以我就讲 ，Why not 你去看 Mazda 3，Why not 你去看那个 Mazda 6。当你看到 Mazda 6二手Mazda 3二手的时候，那个价钱哦，我可以买 Mazda 6了。只是说这辆车的 maintenance 贵在哪里？它的胎压对吧？19寸2.5。Rotax 就不用讲了 ，Rotax 还贵那个几百块一年的东西啊。2.5需要800多是吧？800多，对。对。然后这辆车的话，你一般上是打95还是97的？现在因为起价了，所以打回95吧。95了，所以以前的 mapping 是97，现在 map 回95了。95，然后你会觉得有很大差别吗？沥水方面呢？会有啦。对。因为我一般上这种高压缩比的车，你打95跟97应该都是很大分别的。会不会觉得打95了之后，你的 engine 会没有这样顺啊，还是什么样的？少许了，少许了说话我 feel 到我很喜欢的 Mazda 的压箱，真的是绑得很紧啊，不像 CVT
不要讲 CVT 啦，我讲 Toyota 的 Auto 就好了。Auto 的话，你好像会有那种 Free Play 啊。OK，let's say 啦哈，我现在放这3号牙，你看啊，我一放油，还慢慢帮我减速的，还有那种 Engine Brake 的，Toyota那种啊，它不会给你 Engine Brake 的，好像是你一放油 RPM 就会跌下来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架起来你就知道这种感觉了。所以 Mazda 开起来很有欧系车那种感觉。啊，怎么你会突然想要去换这个 Electronic Damper 的这个 Adjustable 呢？原装其实是要lower我的车的，因为原装太高了。方不方便透露一下你换这个 Adjustable 需要多少钱呢？这个啊，其实这个我是找到蛮便宜的了，我是找到 Half Cut 的。哦，有 Half Cut 啊？对 ，from Australia 的。也是给 Mazda 6。对，就是 Mazda 6来的，它是刚刚好是 Half Cut，然后给我找到了。如果是 Original Price 啦，4支 Absorber 差不多4000左右，然后 EDFC 差不多是3000多左右。哦。所以加买应该是8000。就换得到了啦。对。新的应该都要10多。新的8000多。哦，8000多。对，8000多。try 一下它的那个 pickup， 3250转开始来。一般的油罢了哦，看到吗 ？Mazda 牙箱会有那个 Rev Mesh 的。哦。再踩一点点，会放它。哦，有啊。对，它是3500转3000。有没有了？你要踩一点点，点一点点点它。等下我再试啦。但是这个现在是 on 的 mode 还是 off 啊？on 的。on 着啦， on 没有讲很大声哦。on 着。基本上你 on 着一路来都不会觉得很烦。是外面很大声的，里面就比较少声的。哦，这辆车隔音好像不错哟。OK 啦 ，Mazda 的隔音是不错，这辆车。但是吵是在于它的胎噪，因为毕竟19寸会的比较吵啦，可以这样子讲。我很喜欢这辆车的那个 Daylight 啊，一个 U shape。这个 on the road 到来大概需要多少钱啊？我买这辆车是差不多104千。然后 mileage 那时候你买的时候是大概多少呢？50千哦。Mazda 其实也有 pre-own 的啦，我是有看过他们 pre-own 车，其实 condition 蛮不错的，还有保价3年了，2年车。保价3年，这个 adjustable 不是放的最硬啦，这是普通价的，还有更硬的啦，就是讲我放，哇哦，你可以调前面多少，后面多少。现在前面是8，后面是10。越大的号码越软，它会自动帮你 adjust。它有 G-force 的，这么厉害。如果想要买 Mazda 的朋友呢，都是你可以找 Alvin 啊，然后也可以去问问他关于这个车的 maintenance 啊什么。你觉得这辆车会难 maintain 吗？难 maintain 啊，其实不会啊。东西会贵吗？很多人都是讲 Mazda parts 很贵啦，这样子。其实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对。我们的 engine mounting 3粒啦，一 set 3粒才1050块 ，original。哦。是啊，还便宜过你 Vios 的原厂 Vios 的，你去那边换。OK，踩完。那个沥水，哦，我听到放炮声了。哇，那个沥水真的是2.5就是2.5啊，讲都是会比我们的，因为 CC 大就是王道，你的那个排气量大就是王道，所以这辆车给到你的250牛顿米哦，原装都给到这样高了，你还 remap 过的话，应该会更加比原装更加有力咯。应该会有吧，只是还没有下代咯。是咯，还没有下代的。OK， 然后这辆车其实你会看它的 engine 数据哈，185匹，250牛顿米的数据哦，就是你买这 BMW 320i Turbo 的数据来的。对。它也是250牛顿米，184匹，所以它的2.5来讲，你只是多一个500cc，NA 哦，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沥水，其实是相当是不错了 ，Mazda。不过它的 engine 声音因为高压缩比嘛，所以你会听到它的 engine 声音是蛮好听的，在高转的时候，它有一种让我感觉到啊，你在踩哦，你在踩哦，在踩，因为 engine 声音好听。那买到现在的话，有什么出过故障率啊？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吗？收发没有问题啊。
手法是 OK 了。手法没有问题。满意了这辆车，很满意。看啊，它的 steering 摆一点点罢了，这是我很喜欢的。加上它的油门啊，你要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要给11就11，12就12，13就13，很精准。有开过 BMW 的朋友们大概都是这样感觉了。Mazda 没有给我钱啊，我不是一直在赞 Mazda 什么的，就是真的是很好开。没有业配啊，110的时候大概2100转这样啦。原装的话啦，还没有 remap 的话，可以行驶多少公里？如果刚刚买回来没有 remap 的话，差不多可以跑600出。哇，很理想哎。remap 过后又加买 point bank， 最惨的380了，那个是每天都在踩油门那些了，在玩着的。好了，这辆车有配备着 Bose 的音响啊，我们来 try 一下那个音响好吧？我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有中版权啊？是，我很喜欢这个类似像 iDrive， 你们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 button 啊，你可以操控它，然后你不用手去 touch screen 这样子。Mazda 是驾车好像是不能 touch 的，不能的。touch 的。OK，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一个 music。That I've got you and I know if the tide takes California, I'm so glad I got to hold ya. Alright， 那个音响真的是不一样。它那个给到你的 bass 啊，真的是在前面的，真的是没有话可说。你看它的那个压箱反应多快，而且又有 rev match，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很吵啊什么那些。当年我看上 Mazda 的一点就是那个 signal 声，听到吗？啊，有多少个人会这样注重那个 signal 声呢？我就是其中一个。这个 6 Sport 啊，踩下去一点点就有了。这样车如果我放 manual 是吧？到了里面它会升档了。好像不会 ，Mazda 都会。我的现在可以拉到7500转，不过1.2不要拉这样高了，3号牙就可以 remap 了的。Let's try， 就是所谓的4度牙可以上到210的。哦。100多少秒我不知道啊，等下要看一下下面就知道了。哇，可以去到7000转，7000啊，7500。7500。哇，压箱绑到紧到我那个会戳的哦，那个油放一点点的话。6500了。你的保险只是3升而已嘛？保险杯。其实我听 engine 声音多过 exhaust 声音嘞，听到了啦。对。这样是大量，我听的那个保险杯。哇哦，这个过弯，椅子又可以 hold 到我的腰部，真的是。哇，那些摩托好料。哇。很稳定，那过弯。这款是没有 GBC 嘛？哈。没有 GBC。要比较新一代的。这里应该需要 Sport 多一点。Oh my god！ 我一换 Sport， 它给我跳到这样高去，我又没有踩什么啊，又没有想踩大油啊，这副压箱真的是掂啊，掂个落姐。等一下我有想要试像上山，就是我不要用 manual mode。我 try 一下它的第一 mode， 看我会不会觉得它很好，因为通常上山我是不喜欢用 auto 的，我要 try 一下它的那个 sport mode 啊，会给你什么感觉？会拉到很高很高，这样才跟你升档，我不知道啦。这个 sport mode 我也是很少用的。你是用 manual mode 多？上山都是用 manual。对，我想要有一段时间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现怎么样，不满意我再换回 manual 吧，就这么简单。哦，auto， 哦吼。他真的很聪明，我稍微踩到一点点以后就
哇老誒，喂大佬 sport mode 啫，揾食啫，唔使咁暴力嘅，咁暴力一下那個 sport。等一下呢，我就會上雲頂啦，各位哈，所以我們的這個影片就到此結束了哈。所以等一下我會試一下開窗，聽一下它的那個 exhaust 聲音啊，我們就不開 con 啦，等一下哈，我們就只是開窗來聽一下到底有什麼怎樣的哈。OK， 此影片就到此結束，我必須要在它的下雨之前哦，趕着上船，要不然下雨的話，哇，還是不好玩。OK， 非常感謝阿Win，謝謝你，開 con 開窗。现在是在调这 absorber 给它硬一点了，所以我们等下上山的话一流。好了，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想看8度的朋友们，留守我的channel subscribe， 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同上雨下再见，拜。